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走入澳洲，我是明师。最近过得好吗？那今天我们想带朋友们了解澳洲的国民医疗保健 Medicare 可以帮助承担哪些费用，不能够承担哪些费用。那如果你感兴趣这个话题，就继续看我们的视频吧。Medicare 它的功能是，当你成功注册 Medicare 以后，你的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医疗保健的费用可以由 Medicare 来承担。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服务项目的费用都能够用 Medicare 报销。那 Medicare 到底可以报销哪些医疗服务项目的费用呢？对于这些澳洲卫生部是有详细的规定的。你可以在卫生部管理的澳大利亚医疗保险福利计划 MBS 当中找到详细的清单。那如果你想查询这个 Medicare 的报销清单，可以到澳洲卫生部的网站上下载最新的清单。那链接呢，我放在了信息栏里面。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看看 Medicare 的这些资金到底覆盖了哪些医疗服务项目，也就是说，在使用哪些医疗服务时可以得到 Medicare 的费用减免。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看全科医生或者是专科医生的时候，Medicare 可以提供帮助。那这里面呢是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个全科或者是专科医生他提供全额报销，英文叫做 bulk bill， 那你会在很多诊所的明显的位置看到这个 bulk bill， 意思就是说患者看病的费用 Medicare 会全部承担，那患者呢是不需要付钱给医生的。因为这个费用呢 Medicare 会直接给到医生的手上。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个医生不提供全额报销 bulk bills， 那么呢，患者这边需要先支付费用给医生，然后呢，患者自己从 Medicare 那边报销和领取费用。那么最终算下来呢，患者支付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差额，也就是看病的费用减掉 Medicare 报销的费用以后得到的这个差额是患者最终实际支付的，英文呢叫做 gap fee。 那这里面需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如果说看诊当中涉及到多项的医疗服务，那即便这个医生他是提供全额报销 bulk bills， 也并不意味着你使用的所有的医疗服务项目 Medicare 都可以报销。这个呢，要根据我们之前提到的 Medicare 的报销清单来根据不同的医疗服务项目来划分。所以呢，建议你在去看医生之前和医生确认一下他是否提供全额报销，以及呢哪一项医疗服务 Medicare 可以提供报销等等。同时千万要记得带上你的 Medicare 卡，或者呢提供你的 Medicare 的卡号也是可以的。那这里有个小工具推荐给你，你可以通过这个工具呢找到你附近的提供全额报销的医生、诊所或者是医疗中心，同时呢你也可以用它来根据你个人的需求找到提供某一种具体医疗服务的机构。那工具链接呢我放在了信息栏里面。说完看医生咱们再来说说去医院， Medicare 是否能够支持这部分的费用呢？那这个是要根据患者的身份来看的。患者的身份呢，分为公费患者和私人患者。如果你是公费的患者，你在公立医院接受治疗，那 Medicare 会承担你所有的费用。同样，如果你去公立医院24个小时的急诊看病， Medicare 呢也会支付所有的费用。那如果你是持有私人医疗保险的私人患者，你可以选择去私立医院治疗，或者呢也可以选择去公立医院治疗。如果说私人患者选择去公立医院治疗，那么呢你有可能也是可以通过 Medicare 来报销部分的费用的。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涉及的医疗服务的种类是在 Medicare 的报销清单当中的，那你呢就可以申请 Medicare 可以报销的这部分，然后呢剩下的费用会由你的私人保险来承担。那说完去医院方面的费用呢，我们再来看下一种医疗服务的费用，就是测试和扫描的费用。这些费用呢 Medicare 也是可以提供支持的，其中包括病理测试，比如说验血、验尿，还有影像和扫描的费用，比
比如 X 射线、CT 扫描、核磁共振等等。那我们再来看看 Medicare 可以涵盖的第4项医疗服务的费用，就是由验光师进行的眼科检查费也是可以报销的。那第5项呢，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啊，就是医药费。Medicare 是否可以帮助减免医药费呢？如果说你拿着医生开具的处方去买药，注意啊，这里我们说的是处方药，非处方药呢是不包括在其中的。如果你购买的这款处方药，它是包含在药物福利计划，也就是 PBS 当中的，那么呢，澳洲政府会通过药物福利计划 PBS 来帮助你支付费用。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从2021年的1月1号开始，持有 Medicare 的永久居民和公民，每一种包含在药物福利计划 PBS 当中的处方药的药费，它的支付上限是 41.30 澳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如果你在购买某一种 PBS 处方药的时候，如果它的费用超过了 41.30 澳币，那你只需要最多支付 41.30 澳币就可以了，剩下的差额呢是由澳洲政府去支付的。那如果说你有优惠卡 Concession Card， 或者是你有保健卡 Healthcare Card 的朋友，那在价格方面就会更加的优惠了。每一种 PBS 处方药的费用呢，只需要最多支付 6.60 澳币。有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家庭呢，在 PBS 的药物方面，它的花费很多，所以呢，为了减轻这些人群的经济负担， Medicare 呢，还为长期患病的个人和家庭提供了一个叫做 PBS Safety Net， 也就是安全网的保障。它呢是按照每一个日历年来计算 PBS 药物的费用的，也就是说呢，从每一年的1月1号开始累计药费，然后到次年的1月1日归零，重新去累计。那你可以申请一个 PBS 安全网的卡。那有了这个卡以后呢，只有 Medicare 的永久居民或者是公民，当你去购买 PBS 药物的费用的总额超过了 1497.20 澳币的时候，那么每一种 PBS 药物从原先需要最多支付 41.30 澳币变成了 6.60 澳币。那如果你有优惠卡 Concession Card， 当你的 PBS 药物的费用总额超过了 316.80 澳币的时候，那每一种 PBS 药物从原先最多需要支付 6.60 澳币变成了0澳币，也就是免费的。好的，那我们说完这个医药费以后啊，咱们再来看看心理健康服务方面，到底这个 Medicare 有什么样的支持。那每一个日历年，也就是从每年的1月1号开始到次年的1月1号之前，你最多呢可以向 Medicare 报销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提供的20个疗程的服务。那如果做到这一点呢，你是需要一份由你的医生提供的心理健康治疗计划的。那如果没有这个计划呀，那 Medicare 也是不能够给你报销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分享的关于 Medicare 会提供支持的几个主要的医疗服务的领域了。那希望这些资讯呢有帮助到你。如果说你想进一步了解哪一个方面，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们未来看情况呢，也许会制作相关的视频。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用一点点的时间看一下 Medicare 不支持哪些医疗服务项目的费用。首先呢，就是救护车的服务费用。Medicare 呢是不能够报销的，而且呢，不同的州和领地呼叫救护车的费用也是不同的。那在某些地区呢，它是免费的；在某些地区呢，有些人呢会收到费用方面的补助，都是不同的。那如果说你有私人医疗保险呢，它可能会帮助你去承担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费用。那这里有一点需要朋友们了解一下啊，一旦呼叫了救护车，那么救护车呢会先把患者直接送到公立医院的急诊部进行抢救。那再来呢 Medicare 不能报销的费用就是眼镜、隐形眼镜，还有助听器的费用，还有整容手术的费用 Medicare 也不能够报销，还有大部分的牙医服务的费用 Medicare 也是不能够报销的。说到 Medicare 可以帮助持卡人报销医疗项目的费用，
那这些报销的资金是来自哪里呢？它是来自澳洲政府向纳税人征收的公共医疗税，也就是 Medicare Levy。那纳税人呢，每年是要把应纳税收入当中的2%拿出来去缴纳这个公共医疗税。但是呢，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去缴纳这个医疗税，它呢是根据纳税人的应纳税收入的多少来决定的。如果说纳税人的应纳税收入低于一定的金额，就不需要缴纳公共医疗税了。那如果说朋友们想知道自己到底要缴纳多少医疗税，可以到澳洲税务局的网站上去使用一个叫医疗税的计算器，算一下就知道了。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年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那么对于年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如果说应纳税收入 taxable income 高于一定的金额，比如说单身的人士年收入超过9万澳币，或者呢一个家庭年收入超过18万澳币，并且呢如果你本人或者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抚养的孩子没有购买相应等级的私人医疗保险，那么你还需要缴纳另一种附加税，叫做医疗附加税，英文呢是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那相反如果说你有相应等级的私人医疗保险，就不需要缴纳这个公共医疗附加税了。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申请私人医疗保险的费用折扣，叫做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Rebate， 来减少你的私人医疗的保费。那对于纳税人来说，到底需要缴纳多少公共医疗税或者是医疗附加税呢？这个呢，澳洲税务局要根据你在申请退税的时候提供的信息考量和计算以后，才会给你一个确切的数字。那上面呢，就是我们跟朋友们分享的澳洲的国民保健 Medicare 可以支持与不支持的医疗服务项目的费用。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聊的哪一个方面你还想知道更多，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会根据情况未来看看是否制作相关的视频。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也欢迎给我们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这样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视频更新的通知了。那咱们就在下一期视频当中再见吧。